我下載了一個 APP， 它叫做 Toilet Finder， 找廁所專家呀。據說在歐洲這邊可以用它來找免費廁所，或者是付費廁所，但它可以告訴你哪裡有免費廁所。所以呢，待會呢，我們想上廁所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找一下。為什麼講話這麼不清楚？沒有啦，我不會跟你說我中午已經喝了1瓶啤酒，好嗎？我希望不要胃痛。為什麼我一直說不要胃痛？不要胃痛，是因為我之前在澳洲跟我弟一起吃了一個德國豬腳，那是非常有名的名店。然後我們吃了德國豬腳之後呢，當天呢我就胃痛了，痛到給我爆炸痛。所以我剛才在吃的時候就盡可能的细嚼慢咽，然後想說，我希望我不要胃痛，我希望我不要胃痛，花錢找罪受，不要，這是我的心路歷程啊，我的心情感受。我大概在講什麼 ？Sorry, I just don't like it. So that's why I didn't give you any tips. That's why. That's the reason. 什麼情況之下我會給 tips 哦？我覺得你付出大過於我所得到的，我就會給你 tips 了。像那時候我在印尼的時候啊，我不是有搭那個車子回来嗎？那個摩托車的啊，我就覺得他太辛苦了吧。在這麼長的路，然後我就給他一點 tips， 雖然不足為道啊，但就是這種情況我會給 tips， 因為我是 low budget, I don't have much money, all my money is go for my travel, so I don't have。我會在我認為值得的事情上面花錢。想到了一個例子啦，這大家參考一下就好了。應該也不會有人想知道我講這個，但這就是我的生活經歷嘛，我生命歷程嘛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你想知道的話，就是那時候我在我在緬甸，對，我在緬甸旅行的時候，所有人一直叫我買東西啊，叫我給他錢啊什麼的，我一毛不拔。但是我就願意請 Annie 吃東西啊、喝東西啊，那些錢我都願意出。就是我覺得不同啊，有些東西我願意花錢，有些東西我是真的完全不想花錢。我覺得浪費一毛錢在上面都是一種奢侈。這是我價值觀啊，大家參考一下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嘛，對不对 ？Yes, you are so right。你看，熊先生同意我了。Thank you, bear。妹妹跟小狗狗可愛。KFC 那個真的是廣告牆呀，現在才知道。我原本在想說那個柱子這麼大是要幹嘛？原來就是廣告柱，走回去還有一段距離啊。我們每天都在走路，你知道嗎？所以呢，鞋子很重要。我的鞋子呢，它已經隱約的告訴我它快不行了。前幾集有看到了吧？我的鞋子已經有點快開口了，它一直在那邊啊，我有裂縫啦，撐下去啊！我們有2個月要走啊，每天都有行萬里路的那個契機啊！加油 ，We can do it！ 德國也有像荷蘭一樣的制度啦，就是你買酒的話，那些鋁罐玻璃瓶是可以回收，是有錢拿的。It's bold. Future is bold. That's right. The future is bold. 未來是大膽的，未来是大膽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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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各位知道現在我們是 Day 21，要到 Day 31，我們結束那天的時候才能過一半。Do you know how much we have already spent？ 雖然大筆開銷都已經花了，但是你知道我們實際現在目前為止累積的花費有多少錢嗎？我跟你說你會嚇一跳哦。好，我跟你說大概多少錢？給我幾秒鐘，我看一下。我們已經花15萬多了，15萬多了，好好花哦。就覺得我沒什么在花，可是那些交通費啊、住宿費啊什麼的，這樣一筆一筆這樣，咔嚓咔嚓咔嚓，15萬多了。後面如果不要真的大手大腳的話，我們真的可以控在隨便20出頭萬哦，30萬以內說不定可以成功哦。繼續往這個目標努力，好不好？小錢可以花，大錢我們就斟酌一下。奇怪的錢呢，我們就不要隨便花。什麼 donation 啊，什麼 I'm not going to spend any penny on that。這樣搞得好像我很摳一樣。好啦，摳啦，這是我對我的價值觀之內的東西會比較豬腦必較吧。
不是錚銖必較，是豬腦必較。你有你的價值觀，我有我的價值觀，不要來評價我的價值觀。Don't judge me, please don't judge me。会有人18萬就環遊歐洲的嗎？我說你怎麼可能啊？說不定我們如果爆省超級省，說不定真的可以達成18萬。如果這樣的話太扯了，我覺得太扯了，應該不行了。那我們繼續看下去了。我最後一集會揭曉我們到底究竟將2個月歐洲之旅花多少錢，好不好？敬請期待我的 summary。接下來我還有一個很喜歡 Annie 的地方，她是俄羅斯女生，就是我要花錢的時候，她都說不要 ，no， 她一直 no， 所以我覺得她真是個好女孩。就是我請她吃飯的時候啊，怎麼那麼快？就我請她吃飯的時候啊，她就會覺得可惡，幹嘛出這個錢？然後我就覺得，真是個好女孩。11點多了，快睡覺了，媽的！印度朋友，我跟印度朋友真的八字不合，說真的。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德國啤酒。麥芽、巧克力、堅果、咖啡、焦糖、太妃糖，果然是德國人大受歡迎的一款啤酒。午安啊，各位戰友們！現在時間下午1點05分，我們準備走路走38分鐘，去到我們今天要參觀的景點。第一站，國會大廈。看一下德國的國會大廈到底長什麼樣子。德國這邊天氣真的很落差很大哎，早上冷到12度，然後中午這邊的話大概到23度，溫差大概有10度，好可怕。可是今天大家都在吃烤雞耶，就是那種手扒雞，他們拿了一個黑色的手套在那邊剝雞肉，看起來好像不錯，然後他就給你一個薄餅，印度薄餅。可是我最近發現一件事啊，就是我花大錢吃的東西都感覺沒有到很好吃哎。名人，漩渦名人。剛才那個 backpacker 啊，那個 hostel， 他們這邊是 hostel。他說房間內禁止飲食的，結果我那邊一堆印度朋友給我在那邊圍爐啊，這邊吃東西啊。他們昨天晚上一直在講話，講超久了，很吵。在這邊嬉笑怒罵到很晚，然後今天又只有在房間吃東西，真是印度朋友真是很難讓我喜歡欸。他們真的跟我八字超級不合的。然後我剛才吃那個跟臉盆一樣大的生菜沙拉，嚇死我了，好多啊，吃不完啊，我連沙拉都吃不完，因為它太大了。這樣的話，可能再弄個麵包啊什麼來夾着吃。我現在吃麵包已經會想吐的狀態來說，然後沙拉漸漸的呢，因為我今天吃這個沙拉吃太多，我覺得沙拉也開始讓我有點討厭了。糟糕，到最後沒東西吃啦！有點想吃台灣的東西，家常麵線啊，香雞排啊。最近我滑 IG 又看到一些台灣的美食的介紹，我就覺得非常過分，超過分的。我沒有什麼要批評印度朋友的意思，他們就真的人很好，很善良、開朗，就很 free。但是呢，就我的生活習慣跟他們不一樣，造成了我們有一些摩擦，或者說習慣上的摩擦。就他們會影響到我，我沒有要說印度朋友不好的意思，我只是說我沒那麼喜歡。現在氣溫22度，最高23度，晚上12度而已，它睡到好冷。我覺得髮圈這種東西很神奇耶，它都會自己慢慢的就不見了，超神奇的。還好我有一些備用的，不然就真的會越來越少。在旅行中啊，你身上的東西都很珍貴，弄丟就沒了。好，我們還要再走29分鐘。我下載了一個 APP， 它叫做 Toilet Finder， 找廁所專家呀。據說在歐洲這邊可以用它來找免費廁所，或者是付費廁所，但它可以告訴你哪裡有免費廁所。
所以呢，待會呢，我們想上廁所就可以用這個找一下。為什麼講話這麼不清楚？沒有啦，我不會跟你說我中午已經喝了1瓶啤酒，好嗎？德國啤酒真的有夠便宜，超便宜，便宜到過分。這空間好酷哦！超酷的，超酷的空間。不然我以為真是一個好地方哎，這是一個好地方，什麼都有，商品齊全，款式多，價格便宜，划算哦。肉丸還是 Green Z 的 Green Z 的那個球，裡面會有一個人。死狗哎！目前為止觀察，我發現德國房子它都會比較方方正正的，比較方正一點，可能跟他们的個性也有關係哦。秩序使然，是吧？我們又看到電視塔了。然後那一棟是什麼啊？那棟怎麼有點陌生？好像沒看過那一棟建築哎。不知道什麼建築哦。我們正在趕路，所以我就不查了，我就不跟你說這是什麼了。反正就是某一棟建築。喂，雖然它都是，它也是有這種弧形的，但是弧形中你又感覺它是方方正正的，不覺得嗎？德國人就給我一個方方正正的感覺，就是方方正正的。看到2個德國人用很奇怪的手勢在拿筷子吃麵之類的。這一間是那個 Go Asia 的 supermarket， 可以吃到一些亞洲食物。思鄉之情的我，是否該進去裡面買一點亞洲食物呢？結果搞到最後買了一堆咖喱啊，什麼印度的、越南的。我們出來沒多久，竟然想上廁所了，看一下好了。哎，這裡有免費廁所是不是？哎 ，free！ 哎呀 ，free 呀！這棟叫做 Chance Playlist。哎，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可以 ？Does it work？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能不能進去上廁所。Chance Playlist 怎麼進去啊？它有這個指標是往那邊嗎？Chance Playlist 對，是我剛才來的地方，是進去的地方。Personal Staff Entrance。哦。如果你要進去，要從那邊。Toilet Finder 能夠為我們找到上廁所的契機嗎？從這邊進去。我先了解一下這是什麼地方哦。哎，它叫做淚宮哎，淚宮，它這個也是一個景點啊，而且它不需要門票，值得遊客探索。哦，好棒哦！那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，這邊可以免費參觀。不過他說要把包包放在拉克這裡。哇，這些就是當時的一些文件呢。哦，重點它是免費的，很棒哈。但其實我們的重要目的呢，是想要上廁所啊。想不到我是來這裡上廁所的吧？想不到我是來這裡上廁所的吧？廁所在哪裡呢？會不會搞到最後沒有廁所？生離死別的感覺。如果我們要上廁所的話，我們可能也不會想到要進來這裡。所以上廁所是很重要的事情吧？哇！當時的東德跟西德之間的分界，哇塞，還有一些諷刺漫畫，哦，你這邊你也可以聽他們講的一些話哎，你看那些人當時在逃難，就是拿着一個皮箱遠走家鄉了，一些值錢的東西，一些陶器啊，一些書啊，護照、證件那些。我們參觀完淚宮了，看完了，哇，真是幸運啊，來到這個地方。可是你看那些東西需要翻譯，否則你會看不懂他講什麼。好，我們繼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了。真的可以上廁所哦，而且它很好哎，那個 locker 它錢是會退你的。我還以為他是幫我吃掉1歐元，我想說啊，結果還我錢了 ，Thank you。繼續前進。
德國這邊公開喝酒它是合法的，看後面有一些老哥他們在那邊喝酒。可是有些國家不行，像我昨天好像講過波蘭啊那些，明天之後應該就不太會喝了，應該啦 ，maybe。其實從這邊已經可以看到了，前面那個圓頂型的建築就是他們的國會大廈了。它國會大廈的設計超酷的哦，他說是會呼吸的建築，因為它上面的那個全部的窗戶啊，它都是可以讓它空氣流通，甚至好像據說是可以調整的，很酷吧？我們會靠近那邊看一下。以前在公園打籃球的時候，那些阿伯都這樣穿啊，我們都不敢手他，因為很超滑、超惡心的。你手他，全身都是他的汗。他們就是用他們的一些那个叫什麼老謀深算，走一些年輕人不會做的事情的漏洞，厲害吧？活得越久就會越有智慧。對，看吧，大媽在喝海尼根。德國這邊就是自由啊，喝酒的自由。Very good。台灣也是有喝酒自由，你不要在那邊滋事就好了。前面我看到這個很特別、很大、很漂亮的建築物呢，它叫做什麼呢？它是格但斯克造船廠牆的一段，象徵波蘭工會團結工會的成立。這是在講什麼？什麼東西啊？我查到資料是什麼資料？叫什麼破碎的解說？哦，這裡啦，前面這裡有一個牆啦，這個牆啦。哦，有歷史的牆哦。曾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列赫瓦文薩，他曾經利用這堵牆來組織罷工哦。哇哦！但它後面的建築是什麼？這麼大一個？我們在傻瓜什麼？它就是國會大廈，這很巨大的東西，就國會大廈了。哇，我們看到國會大廈了，恭喜各位，我們又看到一個景點啦。它很大哦，真的很大。德國說大真的是大，他沒有在騙你的。大教堂很大，國會大廈也很大，這個都比我在哪裡啊？在丹麥、瑞典看到的那些建築、市政廳什麼的更巨大。前面這個也是很巨大，感覺好像有像那種美術館的感覺。前面也是這個建築，也是漂亮建築。哇哦！果然，它這個是藝術博物館啦，沒錯。可這個角度有點密，我看不太到。我們去到另外一個角度看一下。我發現德國跟波蘭啊，還有不是波蘭，德國跟荷蘭，好多人穿鼻環哦。男生女生都穿鼻環，他們有這種流行哎，好特別哦。然後刺青的話是大部分的，我發現很多歐美的人，他們都蠻喜歡刺青的，應該說是歐洲，好了，美國應該也是蠻多次。話說我們剛才那個 Toilet Finder 真的很讚哦，各位，不想要跟我一樣在荷蘭到處找不到廁所的話，你就下載這個 Toilet Finder 吧，也許廁所就在你身邊哦。我這樣很像在廣告，對不對？我都沒有接到業配啊，可惡啊！那些 VPN 都不理我啊，太小咖了，太小咖了。哇哦！然後看一下它那個屋頂的，可是因為太近了，反而看不到。待會兒應該看得到，走遠一點看得到。前面是叫做布萊登門，布萊登門也是一個景點哦。布蘭登門，一個國會大廈，它被稱為是會呼吸的建築嘛，對不對？它的那個窗，因為它是沒有封閉起來，所以是可以提供空氣對流，把熱空氣排出。它是由360片鏡子組成的，經過電腦來控制呢，可以把自然光引入國會殿堂，裡面超漂亮的。然而呢，進去是需要預約的，沒有預約，所以我們沒有進去了。有閒情雅致的人呢，歡迎上去看一下，聽說蠻漂亮的，免費的，免費的。哦，看到布蘭登門，它這個是18世紀的一個建築哦，18世紀的時候的，上面有那個女神的雕像。這邊竟然有警車哎，他們這邊維護秩序。然後它這邊也有很多柱子，好像有18根的樣子，我們要數數看嗎？3、6、9，算了，不數了。還可以進去裡面，很漂亮哦。我們來看一下。哦，大家在那邊休息。哦，它裡面是一個廣場啊。哦，這邊還有一個雕像可以。這邊真的很多警察哎。這邊是會有事件發生是嗎？
布蘭登們。這個廣場跟我們昨天去逛到的那個廣場很像啊。這邊就可以看到那個女神了。So strong, big player。哦，到了，這個是柏林圍牆的遺跡啊。上面那個洞是什麼？哦，那不是洞，那是口香糖。哎，那個人去摸口香糖，因為我看到很多蒼蠅在那邊飛，所以我一猜就猜口香糖，對不對？Mickey 沒有回頭路，感受時間翻滾的流速，不問明天，這是命運的轉輪，抓住此刻，夢想交織的藍圖。Sudato desu，Sudato desu。